大早！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么多的行李带着放到我们机车上，然后跟着我们穿越了越南跟辽国。是，这真的是一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直揣摩、一直调整之后出来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像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配重的心得跟概念，我们那时候机车就变得屁股有点太重，然后想走哥的龙头就会很不好控制。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我们调整了2-3个小时，整个行程后面大地累，而且还是我们第一次移动，导致我们那时候非常的紧张，甚至一度犹豫要不要放弃这个行程。就像如果你平常只是要出去，你行李都已经卸掉的话，这样绑住它就掉不下来。但是你如果没有事先绑住的话，我们之前就骑来绑它就掉下来。你可能会吓到，而且这样子，你骑汽车的人旁边要更注意旁边的距离，左右两侧的距离。想走可以，就是驾驶的地上，所以另外一边也是相对的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在外面这一条带子也要带着。你看，现在它这样，它就完全没有控制的就掉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放行李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有哪些行李。这2个是我们平常在背的，就每天会出去跑行程在背的，比较小的30公升，这个是40公升的一个行李。把最重要的电脑跟相机都放在这边，因为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把它放在后边。对，我们预期，假设我们真的不小心车子倒，像我们在辽国一样不小心倒车的话，它比较不会被压到。这个很重要，就是前面建议大家用个小包的，然后用个网袋把它扣着，平常比较需要拿的东西。像举个例好，有个很重要的驾照，也许你遇到警察，跟你要驾照的话，你要从这边把行李解开很麻烦。对，你会踢小。这边我会放驾照跟行动电源跟一些电池类的东西。对，因为口袋没那么大。对，我们现在开始放吧。好哦。把镜头交还给我们最会绑东西的肉影。好，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看到这个袋子是蓝色，这个是黑色的，这差非常的多。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另外一个蓝色的袋子，它后面整个烧掉了，所以大家就知道 N 当弓有多么烫。像这边你有看到有排烟口，你就要注意它不要太多这种绳子。还是有线，还是说这个比较松，或者是比较松散的布。对，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就是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边，可它有点松散，它就太靠近，然后它后来就整个都烧破、融掉了。对，那时候就有点可怕。这也是经验，我们之后就开始很严肃的注意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那次我们很幸运，没有烧到包包的背，不然包包超贵的。包包超贵，这是包包的屁股，所以你平常背应该是这样背，屁股会重一点，然后头会轻一点。所以我会把背带完全收好，然后屁股这边朝向就是车头的方向。为什么？因为你看，像我们现在这样放上来，它如果朝向车头的话，它是在车子的中心点，它就不会是在尾巴。因为这一袋其实已经很重了，我们的主要这一袋已经非常重，所以如果重量全部又往后，那就会发生之前的状况。然后这个网袋非常的方便，大家不能完全信任这个网袋，它的钩很多时候会有松掉还是说掉落、脱落的问题。然后大家看得到下面这边有个钉钉，就是有个图钉，这蛮好的。你就这样把它勾下来，你的包包就会比较安舒。然后像它包包间隙这边会有空隙，我们就会插水。因为这一袋没有，第一个是它没有电池设备，所以它包包湿掉还好。第二个是我们其实这个防水袋我们套了3层，所以它基本上防水功能是有的。因为机车有防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带很多电子设备，相机、电脑、充电线那些有的没有，还有灯。假设再让我选择一次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多带一点这种背包雨带，你就是多套个几层，这样就好。那假设你还是会怕的话，就用一个大的塑胶袋包在这里边，这样就好。然后你水放在这边好处就是你口渴你就可以拔起来喝，然后再插回去，你不用把它收在包包里。看来我们已经做这么多的功课，但你必须要亲身经历，你才会知道的一些小诀窍。它就是有很多勾勾嘛，它就到处去勾每个可以勾的支架。交叉式跑，那也是我之后才发现的心得，是不是其实真的蛮花时间的？接下来到了重头戏这一包，我们会把笔电朝上，为什么呢？想懂的。因为我不喜欢把笔电萤幕压最下面，我怕太重。想懂就是怕萤幕变形。因为我以前笔电萤幕被我压坏过。然后大家记得这边有个拉链，我会把拉链朝向后面，因为当你骑车下雨的时候，你的水是这样冲，所以它的雨水可能会从你的拉链进去，我不太希望这样。不过这只是我们随便买的购物，不一定要用这个，大家可以像那种背包的雨套就好，那个会简单很多。我们里面就是还有套一层蓝色的雨套，然后这里配重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因为看我包包放横的，可是虽然放横的，但是它就算它真的左右倒车的话，它是不会撞到包包的，他们2个会先去打。所以这2袋我们就是放衣服跟一些比较不怕撞的东西。然后你记得你的包包尽量不要放后面，为什么？你看它这样是不是只剩下铁架在撑它？铁架在撑它基本上其实是没有问题，我们之前有试过。但是当你在骑山路或是路面很不好的时候，你的机车一直抖的时候，你觉得你这袋笔电一直是上下的，很明显可以感受到。所以建议大家放在座位这一格。
然后像在这里它就比较安全，是机车就算有颠簸它也还好。然后这个我们有抓过这样的距离，我跟小斗哥都是很可以。叮。好，额外补充一下，大家搬东西记得要蹲下去搬，不要弯腰搬，对，不然腰会受伤。他都会跟我说，都蹲下去，用大腿。你看，其实他这个狗狗都超会松掉，我刚滑一下，它就马上弹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可信任的。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记得先把你大锁拆掉，你再上的时候，不然你坐上你会勾来勾去，不是你行李难拿，就是你中途吃饭的时候很难拿。对不起。你看它又弹开了，弹开了，嘿嘿。所以是不是很不可？我觉得这钩子好像快坏掉，这只特别严重。但是很多只其实你会发现都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只能说是小固定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喽，跟大家讲最终就是我觉得比较让我放心的固定法。我们公司它左右两侧是铁架左右两侧的地方。我们的支架旁边都有一些钩子，都有一些地方可以勾，像这个模，它就利用这边来去固定，然后有些时候它会利用一些别的地方去固定，就是要自己找位置。可是我在最上面，因为我还会再放一袋我们其他的杂物，比如说拖鞋呀、还是我们比较好拿的零食啊、当天的干粮跟羽绒衣。我们今天就会可能会需要羽绒衣，因为我们今天会爬坡到大热它是个海拔1400、1600的地方，它会比较冷。对啊，所以我们就备着羽绒衣预防万一，不然你放在里面，你到时候要拿，你宁愿冷死。因为我们之前在越南北部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遇过，我们骑到山上去超冷，那时候又起雾，又有点飘雨，而且这次还比沙巴更高。对，这次又比那边要更高。正中午时间哦，你是不是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站在这里流汗到，我还要躲在树荫下，还在狂滴汗。对。然后我们竟然等一下会冷到不行。不知道啊，好像过去就知道了。这条绳子的绑法要取决在你带的那条绳子多长。我买的这条好像有点蛮长的，所以它可以一次绑3个。那假设有些人比较短的话，你就是各自分开绑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侧这样子，然后再到下，这条真的很长。然后我们带了2条，因为我这条超长的，我这条应该有2-3公尺以上的弹力绳。好了，这样就完成了。我们都会把水插2侧，随时热的时候都可以喝。对，然后又加上，可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的可怕的心得，你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到。所以你把大宝特瓶塞在下面，因为我们之前有放过小宝特瓶，它会冲进去，然后有一次它就滚下去，滚到路上，而且那时候没什么人，但我们就吓到，因为我们很怕它插到轮胎会很危险，所以就会提醒大家。可是可能因为车子震动，包包就会有间隙，它就会被震下去。然后再来就是把我们面包其他的绑在旁边。有些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东西，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大天期的话，会多准备一些粮食。有些时候在路中间，可能你在那些海线的时候，你会还是3线，你久久才会看到一个小村庄。建议大家要随时把这个小乳牛放在外面，因为我们如果停下来想要吃饭啊，还是说万一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呢它就可以延长到非常的长。所以就是我们移动要用的话很方便，要拆安全帽的话也是，跟他们借停一下，然后把安全帽锁在上面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跑出来，然后就摸我们这个绳，就说钢的，他就说他就一直说我们股票哦。还有很重要就是雨衣，你们雨衣今天要放在一个很容易拿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有几次啊，就把它放在包包里忘记拿出来，然后下雨的时候就很难拿，因为我这袋子没有防水，所以就随便拿一些塑胶袋多包几层就好了。但好险你那时候有买这个小的，完成。那我们现在总共花了多长的时间？今天有拍摄不一样，通常我们大概要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对，真的，不要小看这些 daily 哦。可是我有想过，假设我们没有这些机车带着我们到处走的话，我们去很多地方也很麻烦。对啊，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舍不得蓝宝。虽然你看我们要带一堆护具跟安全帽，然后就莫名其妙东西变超多。其实我就是把它乱锁，然后可以把它固定住，然后不要一直动，一直动跑。但他每次还是一直动啊，结果就还是发出异音，然后害我们骑车骑得很紧张。所以你就要把它压在包包下面。就是大家看我有3只手机，就是不见不会觉得导航的时候，其实包含我们在路上看路的时候，我们尽量都有这个。大家在南越胡志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真的。我应该是在胡志明的时候也会把它架着，因为这样我怕被人家扯的时候我会摔车。这样长时间骑乘，然后曝晒，不断导航，你的手机其实寿命也会减少。真的。所以建议大家拿备用手机。我们前几集的时候，我们的护具其实有很多银色的，然后后来大家就这样讲，我们后来想，好，我们低调一点，我们就自己用布把它缝起来。对，我们还去买布，超好笑的。至少缝了大概6-7个小时，2个人缝超真的。半夜2点。因为总共一个人就有4个，总共就有8个护具要缝。皮很硬，我在真对。只是像我们上次我们有穿着我们在辽国摔车那次就没有受伤，完全没有，等于说你就是靠在石头上面了。我们就给大家建议，就是
我们觉得假设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一定要准备全套是安全帽，超多风沙的，这个真的打着你的然后头你有没有行车记录器都看你自己。说我觉得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我觉得有2个地方是我有点想要去改变，可是那时候我没办法改变。对，一个是这个吸吸数，它是110cc，真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在爬坡的时候，我们时速只能到10几或20几，是，所以我们在爬坡的时候有点吃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行李，其实大家看我们只有只剩3个行李，可是其实最早以前我们有4个行李，是，我觉得我们在4个行李真的是更吃力，太硬了。对，行李数可以的话尽量减少，可是我们已经压缩到极限，没办法到减少。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季节。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挑雨季来，因为像我们来说是4月，他们正常的雨季是从5月开始来，5、6、7、8、9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时间点是他们的干季的时候。然后每次加上行李之后，就会变成它太重。想走不要牵车的话，要记得从后面帮忙。对对。1、2、3，像这样子，然后我就可以上车了。那我要上车。好，我们录一下都有上车的样子。对啊，确实，我这样上车确实有点难度。杨走哥就会起来让我跨过去，然后他再慢慢往后走。其实有点像宝座，但其实坐起来没有看来想象中那么直。对，其实这还蛮舒适。他还有靠背。对，我还有靠背，我好像讲起来我现在很幸福。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出发了。出发！拜拜。记得大家检查车子有没有拿。对，我们每次离开任何地方都会检查一次。我们超仔细的，所以也很蛮累的。今天分享的这些，不知道这支影片你们有没有很惊讶呢？没错，我们在越南辽国骑行的每一支影片出发之前都必须要做这样的打包跟准备哦。很多人会问说，你们这样不是很累吗？为什么不开车呢？对啊，但是这趟旅程之中，太多沿途的美景与人文，多亏了摩托车才能有这样的深度探索。这一切真的会让你觉得当初选择骑车才是最正确的决定呢？那我们没有后悔过吗？大概就只有签证3个月真的不够玩呐。噔噔。长途旅行记得期待这些吃的东西。我没有在大便哎，因为屁股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还是很痛。我忘记跟大家讲到，就是有点后悔什么东西，还有个东西是坐垫，因为我们那时候有遇到一个好像是挪威的吧？对，他就是有改坐垫，他花了大概几百 K 去换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垫。我们就说你怎么那么专业？河内沙巴上面有一个路号称最美公路，在越南，但是听说那里的路况很糟。然后那个男生就跟我们讲说。那有死过很多人，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路况呢？”他就说 easy。然后我们想说真的吗？我们就一问他职业，他跟我说他越野机车的。我们两个就都我们就说他的建议不能参考，他自己也在笑，他就说假设大家有更好的方式，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欢迎在下面留言哦。那我们今天谢谢你的收看，别忘了留下 like 哟。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我们在越南骑车的经历呀，还有心得，还有我们最推荐的哪些路线呢？超美丽的景哦。See you。拜拜。他很喜欢哎，他的头还蛮可爱的。下车。下车。好，我好紧张哦。What? This one? 出发。